露丝胖脸显瘦，穿天鹅绒小蛮腰裙，一看就美。丝绒裙一直是高级奢华的象征，可以用来出席盛大的活动，在活动中彰显个人气质和个人重要性。但我们也知道，丝绒裙本身就比较复古，所以容易显得老气，尤其是对于经验不多的年轻女性来说，她们没有风格和时尚感，衣服很容易穿坏。人性问题，小姑娘不能挑战丝绒裙吗？答案肯定是否定的。天鹅绒裙子由于天鹅绒材质本身的特性会显得老气，但只要裙子设计独特合理，整体风格与个人气质相匹配，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赵露思虽然脸胖身材瘦削，但在近日的一次活动中，她身穿黑色丝绒半身裙，显得雍容华贵又不失小姑娘风韵。乍一看，她看起来很漂亮。从设计上来说，这件单品比较规整，没有选择过于夸张的款式，以免给人廉价感，赵露思也更容易驾驭。裙子的款式是非常简单的黑色，优雅又淑丽，让人看起来非常的知性大方，这就是小黑裙的魅力。其次，裙子选择了 A 字裙设计，微微敞开的裙摆不仅改变了个人身材的线条，还收窄了个人的视觉中心，再次凸显个性，更显时尚端庄的气质。身体和嘴巴微微露出，不过分，但足以营造出吸睛的效果，让一件简单的连衣裙流行起来。最后选择脚上的黑色高跟凉鞋上下呼应，饱满利落，让整个造型给人一种和谐的美感。颜色以黑色为主，黑色虽然沉闷阴郁，但小黑裙却是经典的代表。它对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，因此年轻女孩穿着它不会感到不舒服。另外，黑色的缩水效果也很好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绒布本身的膨胀，产生一箭双雕的变薄效果。裙子款式选择 A 字款式，增加高级感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裙子本身也是有属性的，比如修身裙更显女人味，而直筒裙则更简洁利落。想要增加女人味和可爱感，就应该选择 A 字裙。A 字裙属于娃娃裙的一种，自然能增加少女的甜美感。所以当丝绒元素遇上 A 字裙，裙子本身的甜美效果就会让人觉得老气。补长，裙子的长度不超过膝盖，还能展现女性的活泼风范。裙子的长度其实很特别，一般来说，膝盖以上的裙子是克制和尊重的标志，其实给人一种重心下移的视觉错觉，让人显得矜持时尚。但是小姑娘比较喜欢无拘无束，所以更喜欢短裙的轻盈，因此在选择丝绒裙时，选择长度不超过膝盖的短款连衣裙，更能展现女性的活泼风范，少女感油然而生。不过这条裙子更适合日常穿着，如果你是参加一些比较大的活动，这就有些不合适了。湖绿色的丝绒连衣裙优雅内敛，与你的个人气质相得益彰，但是那种拘束感太强了，一般人根本 hold 不住这种颜色的丝绒连衣裙。但吊带裙的 A 字裙摆设计，不仅给人舒适轻盈的感觉，更能彰显个人魅力，让人看起来异常的精致灵动。唯一让风格失望的是表壳正面的印花蝴蝶结设计。首先，它看起来多余；其次，它使衣服更加透明。如果能避免这种处理，整体的奢华感可以更好一些。这件天鹅绒连衣裙，无论是造型还是设计都很精致。首先，裙子是 A 字形的，但是为了修饰个人的头肩比例，在肩部加入了垫肩，让上半身看起来更加完美。下半身选择了短款的款式，露出修长的筷子腿，十分吸睛。搭配一双马丁靴，整个 look 有点复古的感觉，混搭风格十足。衣服上布满了大量的圆点图案，对于20-30岁的女生来说，一扫丝绒裙的老气沉闷感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除了设计，表冠的细节和这款腕表的个人气质也值得关注。裙子是 A 字裙，衣领大方，既改造身材，又尽显复古气质。黑绿红配色的完美饱和度也让这条裙子脱颖而出。此外，成衣还采用了金色的镶边设计，提升了成衣的档次，让本就奢华的丝绒裙身更加华丽。再加上皇冠和公主头的加持，简直就像是从城堡里逃出来的公主。
气质变好了。好了，关于如何穿天鹅绒裙显得年轻的介绍就到这里了。小姐姐们可以试试丝绒裙，不用太担心丝绒裙的老土效果。本文为作者原创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杨洋是如何摆脱流量油腻标签，成为全职高手的？杨洋流量油腻的标签一度让他饱受争议和困扰，尤其是在演艺事业陷入困境的时候。但杨洋能否摆脱这些标签，在70年代纪念微电影系列 Full Time Master 中出演他的技能？先说说杨洋的交通礼仪。众所周知，杨洋自从出演了《微微一笑很迷人》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之后，就成为了当红的流量小生。但这样的成功注定是昙花一现，因为在没有优质演出的支撑之前，流量这个标签只是暂时的。只有出色的演技和作品，才是一个演员能够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关键。虽然简简的人气有所下降，但他的作品质量却有了明显的提升，尤其是《全职高手》这部剧，更是让不少观众认为简简的演技有了质的飞跃。只有这样的实力和工作质量，才能不断拓展自己的演艺事业，不断提升自己的知名度。那么我们再从另一个标签油腻来看杨洋。观众批评杨洋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饰演夜华，主要是因为夜华这个角色太过油腻，观众无法接受。如果不是他主演了这部电影，说不定杨洋早就甩掉那些油腻的标签了。然而事实证明，演技派演员真的很重要。我们在《全职高手》系列中看到了杨洋饰演的叶修，他的人设和角色设定非常契合，这也给了他很好的表演机会，同时也让观众重现了我的感受，给他留下好印象。当然，杨洋想要摆脱胖子的标签，最重要的是不懈的努力和高颜值的表演，而不是加入任何让他反感的作品或形象。同时，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娱乐圈，演员要不断的换位思考，选好说个不停。演员需要不断的去感受和探索自己在演艺事业中的定位和方向，这也是杨洋的努力。他不仅在电视剧和电影中表现出色，还参演了《演员的诞生》《追随杨洋》等多档真人秀节目。通过这些节目，他可以向观众展示更真实的自己，增加亲和力和新鲜感。同时，作为一名演员，杨洋也需要逐步贯彻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作风，才能在娱乐圈中更加闪耀。一个好的经纪团队的支持和指导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帮助会员了解行业发展前景和决策，提升会员价值。总的来说，通过不断的测试、学习和提升，杨幂逐渐摆脱了流量和油腻标签的束缚，展现出更加多元、更高层次的演技。她还有很多机会和潜力可以挖掘，只要保持这种认真专注的态度，相信她在娱乐圈的路会越走越宽。总之，希望杨洋能够继续努力，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，成为一个更加成熟优秀的演员，给观众带来更多的艺术享受和思考。